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史上最势均力敌的爱情，《锦心似玉》女主谭松韵太会了。你是否曾被《锦心似玉》这部剧深深吸引？除了当下热播的赘婿，这部古装剧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其魅力不仅源于钟汉良和谭松韵的出色演绎，更在于古装宅斗剧的独特魅力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总能牵动观众的心弦。在剧中，有一位角色让我们印象深刻，那就是罗元娘。她是罗家的嫡女，是永平侯徐令仪的妻子。按照常理，有了丈夫的尊重和地位，她本可以在徐府过上安定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位坚毅的女子却面临了人生的巨大挑战。在剧情发展的初期，她尚未能见证丈夫的封爵荣耀，便身患重病，命悬一线。作为一个女人，面对年轻的丈夫和身边那些花枝招展的妾室，罗元娘的内心无疑充满了挣扎。在她病入膏肓之际，如何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最大的利益，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罗元娘是一个极其理智的女性，她深知自己时日不多，因此决定提前为未来布局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她精心策划了3步棋。第一步棋，她要阻止身份高贵的乔莲房上位。乔莲房是国公府的嫡女，一直渴望成为徐家的正室。罗元娘明白，自己一旦离世，乔莲房定会想方设法嫁入徐家。于是，她利用了乔莲房对徐令仪的爱慕之心，巧妙地将她引至内院。当乔莲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那间徐令仪常用的休息室时，罗元娘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当乔莲房衣衫不整，毫无防备地被徐令仪发现时，罗元娘果断地让人上演了一出戏码。古代女子最重名节，乔莲房因此颜面扫地，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现实，答应嫁给徐令仪为妾。然而，在这里我想说，乔莲房这位姑娘真的是傻得可以。其实在那一幕中，徐令仪早已看穿了罗元娘的计谋。她为了保护乔莲房免受委屈，本可以拒绝这门婚事，但出于对罗元娘的尊重和对局势的考量，她选择了沉默。罗元娘的聪明才智和果断决策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坚韧和智慧。在面临困境时，她没有选择被动接受命运，而是主动出击，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最好的未来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但只要我们足够坚强和聪明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他们。在徐家深宅大院中，徐家的态度总是保持着一份低调的矜持，不愿将家中之事轻易传扬出去。然而，乔莲房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例外。他对母亲的劝阻置若罔闻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不屈的坚毅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低眉顺眼地嫁入徐家。在压制乔莲房的同时，罗元娘像一位精明的棋手，暗中布局，观察着2个尚未出阁的妹妹。她心中盘算着，若能挑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妹妹，嫁给徐家的当家主徐令仪，便可确保娘家未来的荣华富贵。罗元娘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家族未来的期许和规划。她自己病重之际，并未过多考虑丈夫的感受，而是将全部心思放在了如何维护家族利益上。她深知自己的决定可能会让丈夫心生反感，但她仍旧选择忽视这些微妙的情感波动，只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。在决定除掉乔莲房之前，罗元娘便开始暗中观察2个妹妹，试图寻找那个最有可能继承她在徐家地位的人选。二娘温婉可人，但似乎缺乏决断力，而11娘则聪明伶俐，颇具主母风范。若二娘无法胜任，罗元娘便将目光投向了11娘。与此同时，罗元娘也在暗中与茂国公府搭上关系，为儿子卓儿寻找一个显赫的未婚妻。她深知女本柔弱，
为母则刚的道理，为了儿子的未来，他不惜一切代价。最终，他成功的为儿子找到了一门显赫的亲事，以确保他日后的地位无忧。在徐家的莺莺燕燕中，罗元娘始终坚守着当家主母的位子。她深知自己死后，想要让儿子周儿得到善待并不容易，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仍然坚持为自己的孩子和家族谋划未来。她选择了将家作为儿子的避风港，希望能够在自己离世后为儿子遮风挡雨。最终，一切按照罗元娘的计划进行。乔莲房忍气吞声地嫁入徐家，而罗二娘也终究妥协地走了出去，只剩下11娘成为唯一有资格嫁给徐令仪的人选。人们不禁感叹罗元娘的一箭三雕之计巧妙至极。虽然她在某些人眼中略显冷酷无情，但她的行为背后却是对家族和孩子的深深担忧和爱意。这份母爱让人心疼又敬佩不已。在那个古时候的年代里，男婚女嫁往往不是因为两情相悦，能够在婚后保持相敬如宾已属不易。罗元娘的算计或许让人觉得有些冷漠，但背后却隐藏着她对家庭和孩子的无尽关怀与付出。这种深沉的母爱让人动容，也让人感慨万分。